细说呀，这个。平时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会更舒服、更合拍呢？我跟相处，你这个问题有点难度。Hello， 白桃星座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陈哲远，也是一个自认为很典型的天蝎座。根据天蝎座关键词举出 yes or no 的牌子，然后并做一个简要的回答。第一个关键词：霸总。这听说呀，这个。没有人说自己是霸总的。是隐藏爱哭鬼吗？你在这点什么头呢？这是啊，共情能力比较强，说好听点是吧？不要用爱哭鬼这种词嘛，是吧？有没有小时候因为挑食挨过打？隐隐约约有过挑食不听话的记忆，但是具体忘了是骂还是打，不一定有打。所以父母是对你比较好。是因为可能次数太多了，记不清。第六感强。第六感强，就是你直觉的东西都会发生。啊，对。重情重义啊，这个是。宅啊，亲力亲为。好胜心强吗？啊 OK， 就是很多关键词其实都还是符合你的。你在熟悉和不熟悉的时候，你的这种高冷或者是话唠的这种反差会大吗？差很多啊，可能刚认识的时候是会话比较少，然后比较多的时候是在观察别人，熟了之后反差会挺大的，熟了之后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你经常描述自己说会说是一个比较沉稳的人，这个是真诚的发自内心呢，还是一种调侃？这很真诚啊，看不出来吗？这个。所以说你的沉稳来讲的话，一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会体现在，就是会，你这个问题有点难度。沉稳体现在生活还是工作？生活跟工作都挺沉稳的，我其实。其实粉丝朋友会觉得你经常在一本正经的，好像在搞笑，你表现出来其实还是比较放松、可爱、爱笑的这一面。对于这一点，你有什么想要去解释的吗？这个笑只是在掩饰尴尬了，可能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想笑啊。那你觉得就是自己是感性更多还是理性更多？分不一样的时候吧，就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决定什么的时候，我挺容易纠结的。就比如说周围人给我意见什么的，比如说这个人说 A， 那个人说 B。然后我就会自我纠结很久，但其实可能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答案，但我这个答案还是会在这里面纠结很久，然后又想想那个人说的，又想想这个人说的。对于感性和理性这个问题来说的话，就是之前网上很火的 MBTI 人格测试就可以解答这个，就是你有做过这个测试吗？我做过2次，但2次结果是不一样的。我第一次做是一个 INFP， 描述的是什么心里想很多，然后就是老是自己 emo 的一个。因为 INFP 它就是一个又感性然后又内向的。第2次测的是那个什么想象家 INTJ 吗？应该可能是就是说什么想象力很有想象力什么什么的。那其实从整体来讲的话，因为都是 IN 开头嘛，所以说你的确就是像你所说的一样，是一个偏内向、内倾型的一个人。可能有什么问题，你会从内心去找答案。那别人都是从哪里去找答案？比如外向的人呢，他可能不会去自我纠结，他会去更多的去表达出来。好像是这样的。因为理性的人会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嘛，在理智这一块来说，会给你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嘛？是会有点压力，就可能有一些东西想太多之后，会消耗自己的一些能量。对，消耗自己的能量。那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平衡这种情绪还有理智呢？我觉得最有用的方式就是睡觉，就是真的睡一天，第2天醒来就好了。其他的活动，去观察别人。可能心情不好或者什么样的时候，就是去看周围的人，看他们是怎么样工作、怎么样生活的，然后就会想到，其实这个世界这么大，是吧？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很渺小的个体，然后就看着天空啊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，能吃上口饭，能睡个饱觉，很开心嘛。然后，那你觉得就是平时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会更舒服、更合拍呢？我跟
话少的人相处啊？为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本身就话比较少，但如果对方也是本来就话比较少的，那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压力，我也没啥压力，他也没有啥压力。其实大家可能还是觉得你是一个隐藏的搞笑人，所以说我们要给你一个突击的考验，就是讲一个笑话。这么突击的吗？冷笑话也可以。2 hours later， 我坐在这儿就是一个笑话。像肖无敌的话，他有自己的特殊技能。那如果说给你一个神笔，你现在可以去编写自己的人生的话，你最想要什么超能力？我想回到古代当皇帝。然后呢，你会怎么样使用这种能力？我会弄很多发明，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。把现代的东西带到过去是吗？对，咱们这个科技发展要全球第一。初印象跟现印象有没有什么比较反差的地方呢？第一印象就是很可爱，那搞，很帅啊，很帅啊，很成熟，很稳重。这个回答好，很这种形容词我特别喜欢。对，很成熟，很稳重，可以了。最开始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很端庄的人，因为我们都是天蝎座，然后我认为可能天蝎座会偏成熟了。我其实也是个很成熟的人，只是我快乐的事情太多了啊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会很成熟，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幼稚嘛。男人嘛，至死是少年呐。温规内矩，50有毒，形式性可具台。就是他是小孩子，就是做着跳楼的动作。我是小孩子，我是嘉许哥。第一次见到的时候，就是感觉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，就真的特别有活力。因为我呢，可能本人也比较沉稳一点啊，就是可能有时候话也比较少。刚抓住了几个妖，我好沉稳呐，我少来。他也不是很沉稳，是帮我立一下人设。他很沉稳，他就属于比较有活力，然后激情四射，然后就感觉就是在他身边也会被他影响的积极向上一点。陈老师说实话，说实话，真的，好吗？真的，好吗？我以为他要说，因为陈老师有一天很累，他就很累，然后我就很兴奋嘛，我每天都属于一个在现场就是在一个很高亢的一个状态下。然后陈老师说：“你为什么每天这么高兴？你在笑什么呢？”那一天我突然就开始反省，我在笑什么呢？我突然问的是，你每天怎么有这么多开心的事儿？对，他说每天怎么有这么多开心的事儿，而且是很认真的，并不是说，哎，你每天为什么有这么多开心的？他说，你每天为什么有这么多开心的事儿？那种渴望，那种羡慕。他其实就是从第一面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一个很有活力的状态，这是真的是一个好事儿，真的，就是人一有活力啊，就是干什么事儿都开心，有劲儿，是不是有劲儿？这个我要向你学习。相亲又相爱，人生千里万幸自成一脉。主要是我的开心的那个坎儿，它特别的低，就是它很容易开心，所以他也会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要那么开心？”对，我就特别羡慕你的状态。把我自己抵到餐厅去，然后给你放个新的套餐。在那个店里给你换的新的套。
我这个烂笑话已经很难讲了，又不好笑，刚有点还要好笑，绕几个弯。刚刚有点好笑。那是因为你觉得我人好笑，这不也是好笑吗？我这个人就是个笑话。Happy， 他脸到你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干嘛？我开始找他的情绪。你不要笑他了。在我那个包厢里，我跟那个女的合唱来着。好，来喽。他的那个提问的也是。我刚唱了2句，导演就卡了。就是不是他们这样起来的吗？那就是从头啊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。没有接过，强哥接过一下。你们先，你们先。不要这样。是啊，东西。回去。啊，你凶我！这么远怎么亲？没办法亲。指路你不能用手指吗？你非得这样。他看到你优秀的下颚线，怎么会不心动？刚捉住了几个妖。有没吗？啊，老色白脸。今早的飞机，我听成尖角的飞机。尖角。不好意思。我刚刚说的是来，他就还想跟我接上，想跟我导演，你看一下正面，他正面的表情，笑的，他被我搞生气了。坐的位置看一下。真行啊，邓亚勋。吓我一跳啊！你干嘛？大庭广众之下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？等一下上来，不然你们就要到下面去了。对，还不如在下面呢。真的吗？这好窄啊！这个想要在下面吗？这个好窄。还得不用。给他滚一下。再铺着就好。哦，瞬间变大了，铺着就好。魔术大空间。剃掉，太棒了，剃掉，这样好多了。可以有一下稍微往那边一点，然后你会顺势下去，这样子。刚刚最后的姿势看着变了。有一点。比如说，就说刚刚这个姿势，两个人都有预期的话，会分开一下，有下一个动作也是合情合理吧？分开一下。两个人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站起来，现在可以站起来吗？啊，站起来之后再下就好下来。那你没有动机可以站得起来下去？动机就是为了想要上沙发。
这个人。这个位置是好像可以。这边我们对，再跳吧。我们再跳，其实可以想办法避掉他们姿势，让他们顺一点，不要硬要卡着这种。好了，来，亲一亲，今天胸肌都出来了，亲到胸肌都出来了。亲完有。今天最好笑，今日份最好笑，人呢？你停止吧。我停不了的。你停不了啊？停不了，那谁愿意停啊？看着猴急猴急。这身高差。看你就是猴急猴急，他紧张。脚轻点都行，嘴也都可以。我看你哪里顺，动作都不要那么大。拉过来到这儿，到这儿，也是会想打爆。露丝的跳高挑战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本来专门想明天如果不来就可以避免这种尴尬的场面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这个真的。哦对对对对。辣子在哪？辣子在哪里啊？这个要吹吗？吹蜡烛。这个要吹吗？是会爆东西出来是吗？哎呦！Happy birthday！ 好，今天大家先
先收了吧。今天先收了啊。明天死的人一到现场就这样。就是那种对，就是这种。小新，你躺一下可以吗？你躺一下。小新，你躺一下。躺一下，假装你出事了。哎，我不行了。没有，快！走。你没事，你继续在这躺着吧。救不了，太重了，救不了。还是只能开空调。走。下雨了。雨潇哥来了。你在扣的吗？他这个唱法我能理解，他是就在拿摇滚飙高音啊。什么叫摇滚飙高音？就是你比方说，我拿一首摇滚歌来举例子啊。我的爱是罗罗，我的爱是罗罗，我的爱是罗罗。你是这样，对啊，也可以啊，就看歌嘛。我唱不上他那么高。那个有一个村姑辫，什么辫？它学名叫什么？麻花辫。就叫麻花辫是吧？双麻花辫。双麻花辫。那村姑辫是吗？那村姑辫不是双眼，我就在问你，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？什么玩意？上去啊，坐上去。对，你等一下要模拟那个，就是那个走路的状态。哦，不是真走，我 OK 的。担心你的脚力，不担心你。可能大概再多一个张。我健身呢，为什么要健身呢？就是为了在这种时刻，对不对？稳一点。来，准备试一次哦。哎呀，姐姐，别理我！就当我没说这句话。太难了。我明天我腿部力量会变强哎，开心而且我会臀也会对，会很翘。那个人一到现场就这样。就是那种对，就是这种。坐稳好吗？坐的爆稳。你不稳，我不稳。肯定很稳，你放心。你稳住稳。就像其他摩托车一样。我听懂了，你不要因为我听不懂四川话，我在成都待了很久，这次我听懂了。好。这有个成都间谍。哎呦，果然是跟我哥一个宿舍的。这样的。干嘛？你自己一个人唱歌我希望佳宇哥这辈子再也别唱歌。独特的生日水果。Oh no! Oh no! 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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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! 就这么难吃？这辈子不能相信的，就是夏天的草莓。来，试一下，来嘛，一口来。就这么难吃？这是植入。互相伤害，可以啊。有想法的蜡烛。轻点儿。本来吹了。哎呦，这个生日好难快乐啊！它这个快灭了。刚刚在我视线这边有一个人把头低下去了。屹立不倒的蜡烛。来，拿出来的知道，这是啥呀？拿出来了有没有？这是一个就是小玩具哈，来接下来这里哦，
是这个了吗？这个可以远景重，这次可以远景重现一下吧？应该是这样。他来了，买早餐的那个男生他来了。给你买牛奶吃了。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我们戏里面的牛奶哈。这个大盲盒呢，要由你来现场找出来，区别于这个小盲盒。区别于这个小盲盒，它是一个小狐狸嘛，所以那个大盲盒就在现场。该不会是？是的，大的大盲盒就是这么大一个大狐狸哈。你们两个过去把它搬过来好不好？这么大。大盲盒搬过来喽。搬不动吧？天哪，他们竟然搬过来了，意思一下。好了，再搬回去吧，因为待会儿舞台。好，小伙伴们，你获得的就是这个大盲盒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狐狸啊！哇！我突然发现，搬上来之后，待会儿还拍下去，对吧？好，各位小伙伴们哈。接下来我们线上的大盲盒、小盲盒都已经送出了，逗就笑。他真的每天很开心，他有好多开心的事情，是吗？芝芝，我记得你也叫他芝芝，对，注意一点。不是你随便能叫的哈。对，对，我记得就是哲远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每天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？对。所以你最容易笑场，对吧？但是我要是想不笑，也可以不笑。哎，好，这个我在场啊。补课第一天，段嘉许给桑稚做了什么早餐？做了什么？做了那个方便面呀，啊，加了火腿肠啊，那真的是他自己煮的。真的啊？真的，而且那天很好吃。我跟我哥在现场吃的很嗨，因为他真的煮的很好吃。对，哲远对自己的厨艺不能自己评价，你说很好吃，你让对方评价一下。露丝她的那个泡面做的怎么样？很好吃。哇哦，给这对那么没有默契的搭档鼓鼓掌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你拿出来的知道，这是啥呀？拿出来有没有？这是一个就是小玩具哈，来接下来这里。哦，是这个了吗？这个可以远景重，这次可以远景重现一下吧？应该是这样。他来了，买早餐的那个男生他来了。给你买牛奶吃了。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我们戏里面的牛。喜欢他哥哥的朋友，后来他就放弃了。暗恋其实是一种少女的一种克制的情感。桑稚这个小女孩，她很多小心思都是在她自己的心里，很有少女心事的那种小悸动。如果你交了女朋友，是不是就不能对我这么好了？桑稚去救赎段嘉许，这个女生其实看着她好像柔柔弱弱的，但有人在想要伤害段嘉许的时候，她一定是挡在前面的。因为最开始在高中的时候，那个感情我觉得不算是喜欢，也不算是暗恋，只是想要离自己喜欢的哥哥然后近一点。因为你本身有一个非常爱欺负自己的哥哥的时候，就有个鲜明的对比。谁你哥啊？就会觉得哇，段嘉许这样温暖然后温柔的大哥哥，如果他是我哥就好了。知道。桑稚就是好朋友的妹妹嘛。调皮的超乎我的想象，让我去假装他哥去见家长。他有很长一段过程是在寻找自己对他还是哥哥的那种想要相处，还是说想要让他当自己的男朋友。我只是想问他，记不记得
我们的约定。嘉许哥，再见。桑稚。上了大学之后，两个人又一次相遇之后，我觉得他还是会感觉自己心里的那只小鹿，然后不停地跳。不喜欢你叫我小朋友。以前都觉得这个桑稚就是一个小妹妹嘛。段嘉许生病的那段时间，他后面发现啊，原来桑稚是喜欢我。然后又一个双向奔赴的时候，他这回的感情就是比小时候就褪去了一些懵懂，而是非常成熟的判断了这件事情，坚定的去选择。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暗恋，其实驱使自己变得更好。在喜欢上的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止步于此，而是想要追上对方的步伐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希望有人可以陪他，希望那个人是我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。